她可能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妈妈。温柔的她为了逗自己的女儿开心，故意做鬼脸，惹得女儿咯咯直笑。可马上她就和爸爸一起出差办事离开了家，女儿霍普只能在家默默的等待。可没想到她等回来的只有父亲一个人，而母亲永远的消失了。原来霍普的父母是第一代蚁人和黄蜂女，他们为了阻止恐怖分子发射的导弹，黄蜂女毅然决然的无限缩小了自己的身体，钻入导弹里，结果永远留在了神秘的量子领域，再也没出来。虽然已经过去了30年，霍普的父亲皮姆博士一直都在想方设法的要把妻子找回来，可他尝试了各种方法都不成功，直到那个不靠谱的男人出现，才有了契机。从来没见过有谁能比他更适合待在家里。这个叫斯科特的男人每天都会想尽办法各种玩耍，甚至还学会了变魔术。只因为作为超级英雄蚁人的他跑到德国闹事，所以被政府监禁在家里2年，不能外出。所以他吃喝拉撒玩都只能待在家里。只要他带着电子脚铐的左脚伸到了家以外的地方，大批警察就会立马蜂拥而至，跑到他家里来检查。为了不让警察3番2次就跑到家里来，斯科特甚至洗澡的时候都要用塑料袋把脚包起来。就在他泡澡舒服的睡着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到他又回到了量子领域，在一片虚无中，他竟然来到了霍普小时候的家里。他梦到一个人正在和小时候的霍普玩捉迷藏，而那个人竟然是霍普的妈妈。斯科特一下子从梦里惊醒过来，梦到这么奇怪的事情，他觉得有必要告诉他的师傅皮姆博士，于是给他皮姆拨打了留言电话，告诉了他竟然梦到了他的妻子。可是打完电话他又后悔了，因为皮姆博士正在生他的气，因为他跑到德国闹事，害得皮姆博士也跟着受到了牵连，被警察追得东躲西藏。晚上斯科特正美滋滋地吃着宵夜，不知道从哪里飞来的虫子叮了一下他的脖子，结果没过3秒钟他就莫名其妙地昏死了过去。等他再醒来的时候，发现他竟然正坐在霍普的车上。斯科特突然全身一震，他要霍普赶快带他回家，因为想到了他的电子脚铐。但霍普却一脸云淡风轻，让他不要担心，因为他早已经把他的电子脚铐拆了下来，安装在一只放大的虫子身上。而这个时候，一个硕大的眼睛突然出现在车外，把斯科特吓了一大跳。原来霍普为了不被警察抓，所以把车缩小到米粒般大小，对鸽子来说就像玩具一样。这要是一个没长眼的汽车压过来，司机都不知道自己一下子就干掉了2个人。霍普开着迷你小汽车在一栋废弃的大楼前停了下来，而这里就是皮姆博士藏身的地方。看着这破破烂烂的墙壁和脏兮兮的电梯，斯科特以为自己的前女友生活过得很不容易。就当他准备想拿点钱救济一下妹子时，电梯门打开了，斯科特这才知道霍普那才真是不差钱，因为谁也不会想到在这栋大楼里原来藏着一个超豪华的科技实验室。在实验室的中心有一个巨大的脉冲通道，无数蚂蚁像工人一样辛勤地上上下下工作着，而他也终于再次见到了恩师皮姆博士。但皮姆博士似乎对他余怒未消，懒得和他废话寒暄，直接进入了主题。原来在这段时间里，霍普为了找回妻子，专门打造了这一条通道，可以通过它进入量子领域里。可是这个通道还不完善，一通电就会过载熄火。而就在熄火之后的5分钟，斯科特就打电话来了，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巧合，肯定是在通道开启的刹那间，霍普的母亲传送出来的信息。所以皮姆博士决定立即行动，他要去找一个零件，有了这个零件，通道就能解决过载问题。皮姆博士拿出一个盒子，里面装着各种样式的玩具车。只见他按下一个按钮，之前停在门口的现代圣达菲 SUV 立马缩小成玩具车大小。然后皮姆博士拿出一辆奔驰林特的玩具车，转眼之间就换了一辆超大的箱型车。这个技术要是能推广到全球，人们就不用再为到处找停车场而发愁了。可这个时候斯科特却打起了退堂鼓，因为他还有3天监禁就解除了。他觉得是不是可以在大楼里等皮姆博士他们回来，可没想到博士又按下按钮，连这栋大楼都嗖的一下缩小了，变成了小行李箱，被博士推上了车。这下斯科特连待的地方都没有了，没办法，只能跟着一起去。而这3个人刚离开，一个幽灵就悄悄出现在他们的身后，似乎盯上了皮姆博士等人。到了目的地，霍普提了一袋子钱进入了一家餐厅，一个专门做黑市生意的商人早已等他多时。原来霍普早就和此人谈好价格，今天是专门来交易买零配件。本来霍普以为可以顺利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可没想到这个狡诈的商人突然临时变卦。原来他已经打听到霍普就是著名的量子学家皮姆博士的女儿，而他知道皮姆博士有一个非常厉害的量子实验室，他想花10亿美金的高价入股，毕竟量子领域可是下一个可以让猪飞起来的风口。可霍普急着救自己的妈回来，哪有心情在这里慢慢谈生意，他就想赶紧拿着零件就走。可黑市商人不愿意了，既然生意做不成，那么零配件他也不会给。而更气人的是，他以为霍普是可以随意拿捏的弱女子，买卖不做，连他的钱也不想还了。也就是霍普人美心善，他还想劝说黑心商人把零件给他算了，但这个男人就是油盐不进，似乎吃定霍普了。
霍普于是不再和他浪费口舌，转身就走。黑心商人拿着零件，意气风发地准备离开餐厅，可下一秒他就知道他惹了不该惹的女人。原来霍普穿上了黄蜂战甲，化身成了第2代黄蜂女。身手不凡的他不光可以像蚁人一样随意缩放身体的大小，偏心的博士还给他加上了一对翅膀，让黄蜂女可以自由地飞翔，甚至在手臂上还安装了电磁炮。相比蚁人来说，可谓是战力升级了好几个等级。黑心商人吓得赶紧将零配件交给手下先带走。黄蜂女哪能让人在他眼皮底下给跑？他箭一般冲进了后厨，手臂除了能开炮，还能射出皮姆粒子，能让任何物体变大变小。再加上霍普本身拥有超高战斗技能，好几个壮汉都不是他的对手。一番拳打脚踢之后，黄蜂女终于抢到了零件，但是她可不是黑心的人，大度的她还是把钱袋子给了黑心商人。就当霍普准备离开酒店的时候，突然看到门口出现了一个白色幽灵，幽灵直接朝他走了过来，而来者不善，竟然也是来抢零件的。黄蜂女一个交锋下来，险些让对方抢走东西，但没想到幽灵锲而不舍，时隐时现扑倒黄蜂女，打得霍普措手不及。守在车里观战的斯科特坐不住了，他刚想出去帮忙，皮姆博士却一把叫住了他。只见他拿出一个小铁盒，打开盒子里面竟然放着一套蚁人战服，原来这是皮姆博士刚研发的战服，还没试穿过。在酒店正在鏖战的霍普逐渐落于下风，这个时候蚁人骑着飞蚁赶到了，他一脚踢飞幽灵，就在他和黄蜂女说1、2句话的功夫，幽灵就不见了踪影。两个人找遍了整个酒店也没发现敌人，却突然听见耳机里皮姆博士传来不太对头的声音。两个人都心知不好被人抄了家，赶紧朝博士的方向赶去。原来博士已经被幽灵控制住了，他虚化的拳头穿过了博士的脖子，一旦虚影显形，那么教授立马死亡。幽灵威胁博士把手提箱实验室交给他，等蚁人和黄蜂女赶到时，实验室已经被抢走了。现在3个人坐在车上如同盲头苍蝇，无处可去。不过斯科特倒是想到了一个好地方，可博士一听就知道是哪里，打死也不想去。No， 没错，这个好地方就是斯科特墨西哥好哥们的所在地。墨西哥好哥们非常热情，又端茶又拿糕点，但下一秒就现出了让博士头疼的原形。We gotta keep the food budget down. Well, what are we supposed to have for breakfast? The oatmeal packets. It's insult. Why is it an insult? Because it tastes like sand. You know why? It's because it's organic. No, That's it's why. not organic. It's sand. It's the most important meal of the day. You know what? You can get creative with it. Break teeth. Oh, put a little brown sugar on it. You put some cinnamon. Put a little honey. 要不是霍普及时叫停，哥几个估计能嘚啵嘚3天3夜还不停。大家重新把讨论的重心挪回到那个神秘的幽灵身上。霍普觉得这个幽灵可能是得了量子定向症，这种症状让人在不同形态之间不停变化。霍普觉得可以做个仪器追踪量子定向，但是皮姆博士所有的设备都在手提箱实验室里，他只能去大学里找一个老同事问问怎么办。为了躲避 FBI 和警察的眼线，3个人戴上了墨镜和帽子，鬼鬼祟祟地走进了校园。这不打扮还好，一打扮更让人可疑了。一个长得像《黑客帝国》里墨菲斯的老头正在兴致勃勃地讲课，可当他看到后面进来的皮姆博士后，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于是提早结束了讲课。果不其然，2个素有旧怨的老头一见面就吵得不可开交。原来黑人老头也曾经是蚁人1代战服的研发人员，但是忍受不了皮姆博士的臭脾气，一气之下炒了老板的鱿鱼。就当2个老头差点要动手打起来的时候，斯科特突然听到校园里有动静，原来他们3个偷感十足的鬼样子还是被人给认出来了，叫来了 FBI。这一下斯科特慌了，就当他们正准备离开之时，黑人老头还是给了他们一点提示，只要修改第1代蚁人战服上的调节器，就可以做出临时的量子追踪器。现在拥有第1代蚁人战服的人就是斯科特，但是他却面露难色，因为他把战服缩小藏在了女儿凯西的奖杯里，而奖杯则被女儿带去了小学。于是斯科特和霍普再度化身成蚁人和黄蜂女，秘密潜入学校。可飞到一半的时候，斯科特突然变成了小屁孩的大小。原来他穿的这套最新战服还不是最终完成品，还有很多问题没修正。可这个时候下课铃声响了，斯科特可不能就这样出现在小朋友面前，他赶紧躲进了旁边的杂物室里，按了半天手上的按钮也没能恢复原形。没有办法，他只能穿上小学生的衣服。最终2个人在凯西的教室里找到了奖杯，原来斯科特把1代蚁人战服藏在了奖杯的暗格里。拿到战服的皮姆博士赶紧用里面的芯片制作成追踪器，皮姆博士焦急地等待，因为他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结果没想到追踪器真的找到了实验室的信号，看来黑人老头并没有骗他。到了深夜，3个人来到了一座僻静的庄园外，而信号就是从这里面发出来的。斯科特和霍普2个人穿上战服，准备进去一探究竟。许久未见的2个人，没想到一见面就穿着战服合作了好几次，这让2人又想起了之前相处的美好时光。看着美丽的霍普，斯科特明白自己内心其实一直都爱着她。
就在他还在独自一个人花痴似的傻笑时，皮姆博士看不下去 Hey, Scott, you think you can stop daydreaming about my daughter long enough to get my lab? Yes, sir. Thank you. 蚁人侠侣飞进了庄园的房子里，就在他们四处寻找的时候，斯科特被突然出现在眼前的幽灵吓了一大跳。黄蜂女霍普让他稳定心神，原来这只是一件衣服而已。而幽灵的真身此刻正躺在一间奇特的玻璃房子里熟睡，奇异的光束覆盖的他的全身，似乎在治疗他。两个人于是趁幽灵在熟睡的时候继续搜寻，终于在茶几上发现了手提箱实验室。两个人恢复原形，正准备拿走实验室。等斯科特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捆在了椅子上，而皮姆博士和霍普在旁边昏迷不醒。一个女人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原来她就是幽灵。幽灵似乎对斯科特很感兴趣，她痴迷地看着斯科特，似乎很想要他脑袋里的东西。女人粗暴地叫醒皮姆博士和霍普，她似乎对皮姆博士有种深深的恨意。而这个时候，一个熟悉的人影也出现在众人面前，竟然是曾经打过照面的黑人老头。就在大家都以为是黑人老头搞的鬼时，幽灵恨恨地盯着皮姆博士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关于他自己的故事。原来幽灵的父亲以前也是皮姆博士的下属职员，一直在做量子研究，后来因为顶撞皮姆博士，结果被他开除了。而他的父亲为了恢复名誉，独自一个人铤而走险进行庞大而危险的量子实验，结果实验出了差错，马上就要发生爆炸。父亲赶紧让幽灵他们母女跑出去逃命，可幼小的幽灵因为听到父亲受伤的声音，又跑回了实验室。结果就在这时，量子仪器发生了大爆炸。等消防员赶到的时候，幽灵的双亲已经没了生命。他自己虽然侥幸活了下来，但是身体却化成了量子虚影。是黑人老头收养了命运悲惨的幽灵，而神盾局也发现了幽灵奇特的身体特质，于是给他制作了一套战服，可以帮助他控制虚影，然后把他训练成了一名战士。这么多年，幽灵一直在帮神盾局杀人做事，交换的条件就是答应可以治好他。但是神盾局骗了他，幽灵的病情一直在恶化。是黑人老头给他造了一间玻璃房，可以缓解他的病情，而幽灵也一直在监听皮姆博士。他得知皮姆正在打造可以通往量子领域的通道，也许吸收量子领域的力量能完全治好他的定向症，所以他和黑人老头要拿走皮姆博士的实验室。皮姆博士急了，毕竟他耗费多年心血打造通道是为了把他的妻子救出来。眼看黑人老头要带走实验室，他一下子急火攻心，突然发作了心绞痛。黑人老头毕竟不是个坏人，他也只是想治好幽灵的病。皮姆博士告诉他自己的药就在旁边桌子上的小铁盒里。黑人老头看着皮姆痛苦的快要撑不下去了，还是去帮他拿了药盒。可没想到这其实皮姆博士三人演的一出戏。盒子一打开，蹦出来一大群放大的蚂蚁，蚂蚁割断了三人的绳索，还纠缠住幽灵等人。霍普趁机抢走实验室，三个人赶紧一溜烟逃离了这个地方。真的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三个人都是鬼得很。重新夺回实验室的皮姆博士，在一个偏僻的森林里开始抓紧时间继续完成通道。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斯科特等人在实验室忙碌的时候，他的不靠谱的墨西哥好哥们在准备给他们送资料之时，被突然到来的黑心商人堵在了办公室里。原来自从上一次钱物两失之后，黑心商人一直耿耿于怀，发誓一定要找到皮姆博士的实验室。由于找不到博士等人，所以他把目光放在墨西哥好兄弟的身上。好兄弟自然是讲义气的，打死都不会说出斯科特等人的位置。然而黑心商人也不和他浪费精力，直接让小弟出马，给墨西哥好哥们注射了一支谍报部门最喜欢用的土真言血清。可没想到这一针打下去不得了，直接激发了好哥们话痨属性。本来就爱说废话的他，开始抑制不住的爆发。His wife had just filed for divorce, and I was like, "Damn, homie, she dumped it when you're on lockup." And he was like, "Yeah, I know. I thought I was gonna be with her forever, but now I'm all alone." And I was like, "Damn, homie, you know what? You gotta chin up, cause you'll find a new partner. But you know what? I'm Luis." And he says, "You know what? I'm Scotty, and we're gonna be best friends." 好哥们从一开始坐牢说起，把斯科特和霍普的恋爱过程说得异常猥亵，而且不知道怎么的就拐到了他奶奶的唱片机上，听得黑心商人头都要炸了。就在他最后发狂的追问下，好哥们最终还是说出了斯科特的位置。没想到幽灵竟然也一直待在这里，他的突然出现吓得众人一大跳。这一下完蛋了，几方人马都知道了实验室的位置，而且这两方人马还有竞争。黑心商人一出门，发现自己的车轮胎被幽灵扎破了，
既然不让自己好过，那么他也不会让幽灵捷足先登。他立马打电话通知了 FBI 的朋友，把皮姆博士的位置信息透露给了 FBI， 还通知他们斯科特并不在家里。这一下好了，这简直是先穿鞋子后穿袜，全部乱了套。墨西哥好兄弟知道自己坏了大事，赶紧打电话通知了斯科特。而此时的实验室里，皮姆博士已经完全调试好了通道。这个时候，斯科特接到了好哥们的电话，才知道大事不好，他的头都大了。他赶紧让皮姆博士关掉通道，赶紧带着实验室撤离，而他自己也要马上走，他要赶在 FBI 之前回到家里。几个人顿时忙成一团，博士和霍普急匆匆关掉引擎，斯科特也穿上蚁人战服，快速飞离了实验室。FBI 的探员一脚踹开斯科特的家门，他带人在房子里到处搜索斯科特的踪影。在去卧室的时候，他被斯科特的女儿凯西挡住了道路。他找出了各种理由，就想挡住眼前这个坏大人。可探员一把推开碍事的凯西，直奔楼上的卧室。结果没想到穿着睡袍的斯科特却出现在他眼前，搞得他一脸懵。而与此同时，博士和霍普两人也走出了实验室，看四下无人，于是快速收起了实验室大门。结果没想到，一大群警察和武装特警早已经埋伏在四周等着他俩。趁霍普和皮姆博士被抓上警车的功夫，和黑心商人勾结的黑警偷偷打开了后车厢。就当他想偷拿走手提箱实验室之时，突然出现的幽灵一掌就打晕了他。真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皮姆博士和霍普锒铛入狱，两个人待在审讯室里，正在商量怎么炸开墙壁逃出去。突然，黄蜂女的战服一下子放大，出现在桌子上，而房间里的天花板已经爬满了蚂蚁。原来是斯科特来救他们了。这一次他还挺靠谱，不光黄蜂女有衣服，连皮姆老头也有服装。几个人安全逃出了警察局，斯科特变出奔驰林特，早就恭候多时。霍普这个时候才觉得这个平时看上去傻兮兮的男人也有可以依靠的时候。就在两个人深情对视之时，又是看不下去的糟老头打断了这柔情蜜意时刻。Excuse me, are we planning on leaving soon, or are you two gonna keep staring at each other until they start shooting at us?现在的问题就是在如何找到又丢失的实验室。所幸的是，经过上一次丢失事件后，皮姆博士学聪明了，在实验室里加入了追踪器。紧接着，斯科特就看见天空中飞来乌泱泱一大群飞蚁。这群飞蚁在皮姆博士的操控下变成了蚂蚁导航，指示着实验室的位置。果然，在一块空地上突兀地耸立着实验室大楼。就在三个人商议怎么把实验室抢回来的时候，一个熟面孔出现在大家面前。What's up？原来好哥们是斯科特叫来的，果然斯科特没有了他好兄弟就不行了。在实验室里，幽灵和黑人老头正在尝试运行脉冲通道，可运行到一半却熄了火。黑人老头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爬到电脑下面才看见一群火蚁正在悄咪咪地拔掉各种线路，看来是皮姆博士等人搞的好事。幽灵气冲冲地来到了实验室外，果然看见一群蚂蚁陆陆续续连到了对面的大楼上，而此时大楼里正站着斯科特。就在他查看窗外情况的时候，幽灵突然出现在他身后向他攻击。斯科特想立马缩小，可这半成品的玩意又失灵了，没办法，斯科特只能拔脚夺命狂奔。与此同时，另外一边正在实验室里继续调试的黑人老头被一群硕大的蚂蚁包围了起来。原来斯科特是专门调虎离山，皮姆博士趁虚而入，他用蚂蚁逼走了黑人老头，自己穿上了量子宇航服，坐进了传送器里。这一次他要亲自进入量子领域，把自己的妻子接回来。皮姆博士推下引擎，传送器加速前进，无限缩小之后进入了另一个空间。与此同时，霍普立马缩小了实验室大楼，带着好哥们夺回了实验室。眼见计划成功，斯科特也不再演戏了，他快速缩小消失，把幽灵气得哇哇乱叫。就当霍普准备撤退之时，没想到黑心商人带着大批人马阴魂不散的又出现在眼前，于是一场好戏开始了。霍普猛打方向盘，他要带着这群跟屁虫好好飙一把车。旧金山市里斜坡多，黑心商人的车队在后面猛追，眼看一辆车就要横着撞过来，霍普立马拉下操作杆，汽车瞬间缩小，敌人的车一下子撞了空。霍普已经把汽车放大缩小玩得出神入化，一辆汽车从后冲来，他立即缩小跑到了敌人的车盘底下，再猛地放大，把敌人像弹簧一样弹飞。没过多久，霍普的前方就出现了旧金山著名的景点——美丽的九曲花街，这里每个转弯都有40度的斜坡。霍普再一次缩小，后面的追车来不及躲避，直接一头撞了上去。躲过了几波敌人后，斯科特已经飞回到了车上，黑心商人又派出了大量的摩托车手追了上来。霍普把车交给他来掌舵，他自己跑到车后用缩小枪打击敌人。
Well, the 60s were fun, but now I'm paying for it. 眼看后面的摩托车越来越多，霍普看到车上有一个玩具棒棒糖，于是使劲丢了出去。一个巨大无比的 Hello Kitty 猫出现在街道上，吓得摩托车手屁滚尿流滚下车来。而这个时候，幽灵也追了过来，他跳进车里，一脚把霍普踢下车，然后他抢走实验室，飞身跳到一辆卡车上。蚁人和黄蜂女赶紧也跳上卡车大战幽灵，结果没想到混战中，手提箱失手阴差阳错落到了黑心商人的手里，而蚁人的半成品战俘这个时候又掉链子了，一下子又变成了巨人。他把卡车当成了滑板车去追黑心商人，可没想到这个商人脑子还挺精，专门抄小路走，让蚁人够也够不着。等到蚁人绕过一个街道，才发现这货已经坐上了开走的观光船。蚁人赶紧缩小骑上一只飞蚁去追，可蚁人还没飞起来多远，屁股后面就跟上来一只海鸥，结果这一只飞蚁不幸成了鸟效亡母，蚁人大叫着掉进了海里。黑心商人待在船上刚放下一颗心，正准备打电话联系卖家好好大赚一笔，结果没想到下一秒一个巨人从海里站了出来，蚁人轻而易举的就把黑心商人怀里的实验室提了回去，对黑心商人也只是轻轻点了一下以示惩戒。蚁人拿着手提箱返回到码头，由于长时间巨大化让他头昏眼花体力不支，在最后昏倒的前一刻，他挣扎着把实验室手提箱推了出去，而他自己则沉沉地跌入海里。已经赶到码头的霍普赶紧也一个俯冲冲进海里，他打开斯科特的腰带，重新修复了他腰上的调节器，然后猛踩按钮让蚁人缩小成正常尺寸，最终他把斯科特救回到了岸上。看着情郎慢慢睁开了眼睛，霍普情不自禁地亲吻上去，他不敢想如果失去了斯科特会怎么样。与此同时，另外一边前去找手提箱的好哥们被突然出现的幽灵一脚踢翻，而他也懒得花时间抱着箱子东躲西藏，直接按下按钮放大实验室，一下子一栋大楼凭空粗暴地出现在街道上。幽灵闯进实验室，他要立即抽取通道里的量子力量，但是赶来的黑人老头告诉他，皮姆博士还在量子领域里，等他回来再做也不迟。但是已经病入膏肓的幽灵此刻哪里听得下去，他一把竟然把黑人老头摔开，他要强行吸取力量。这个时候蚁人侠侣也赶了回来，霍普看到幽灵做法暗叫不好，这样会破坏通道，导致父亲和母亲都会永远的回不来。他赶紧关掉了机器，还没享受多久，幽灵看到机器突然停了，一看又是黄蜂女做的好事，他气得大叫一声，冲出来要和黄蜂女拼命。就在两个人在通道上打斗的时候，镜头的光圈突然一闪，是皮姆博士驾驶着飞行器回来了。斯科特眼看飞行器就要撞上霍普，赶紧冲过去一把救下来。飞行器的舱门打开了，一个白发苍苍的女人走了下来。霍普认出了这个人，正是自己朝思暮想30年的母亲珍妮。母女两人激动地抱在一起，两个人都喜极而泣，这一家人终于团圆了。而美丽的丈母娘也认得斯科特，要不是他传送信息给这个姑爷，他们这一家人也不会团聚。可就在这幸福的时刻，幽灵从废墟中爬了出来，他还没死。霍普刚想冲上去，结果被他的母亲珍妮叫住了。原来珍妮看到了幽灵的虚影，她感受到他身上的量子波动和痛苦。珍妮慢慢靠近幽灵，让他放下戒备，告诉他也许自己能帮助他治疗这个病。珍妮的双手放在幽灵的脸上，用自己的头顶传输身上的量子力量，逐渐将虚影的幽灵固化了身体。当珍妮松开手后，幽灵已经感受不到自己身上的痛苦，他的量子定向正被珍妮完全的治好了。就当大家皆大欢喜的时候，墨西哥好哥们突然闯了进来，打破了这美好的气氛。他告诉大家，警察都朝这里赶来了。众人赶紧跑出了大楼外，现在要跑估计来不及了。但是主心骨斯科特又想到了一个好办法。FBI 在快到达海边的时候，突然看到了紧贴在墙上巨大化的蚁人。FBI 探员异常兴奋，他这一次终于抓住了斯科特的把柄，可以把他再关2年了。可下一秒，这个巨大的蚁人就像气球一样一下子泄了气，原来竟然是个空心的战俘故意放在这里吸引火力，而斯科特和其他人早已经悄悄地开溜了。经过此事之后，大家的生活又回到了正轨。斯科特最终和霍普成了一对神仙眷侣，带着凯西一起坐在缩小的汽车上看电影，这一家人过得其乐融融。而皮姆博士则带着妻子来到了海边，还把他俩的房子也带了过来，看起来他们准备要过上一段快活日子。但是珍妮总是做一个奇怪的梦，在梦里她又回到了量子领域里，